重磅消息，习近平又缺席了。这次是东盟峰会，原本被外界期待已久的川习会就这么彻底泡汤了。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主动把国际舞台的 C 位拱手让出去了呢？更蹊跷的是，北京大学一位刚刚上任1年、靠捧习火箭升职的副校长任宇中，突然神隐，北大官网更是悄悄把他的名字删掉。这背后到底释放了什么信号？而同一时间，被中共宣传为世界第一的川青铁路大桥，居然在合龙前轰然坍塌，造成至少12人丧生。一边是最高层的缺席与消失，一边是基建神话的瞬间坍塌。这些看似无关的事件连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大时局，我是燕青。首先，我们来看看外交层面的这件大事。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中共党魁习近平很可能不会出席今年10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会。而就在不久前，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才公开表示，他预计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都会出席这次峰会。安瓦尔甚至还对国会说，川普在跟他通话时已经亲口确认会出席。这个消息一出来，全世界的分析人士都非常兴奋，普遍猜测这将是川普重返白宫后与习近平的首次面对面会谈。要知道，现在中美关系可以说是降到了冰点，双方的关税大战打得不可开交。虽然暂时休战了90天，但贸易不平衡、市场准入这些核心问题一个都没解决。双方的幕僚之前也一直在讨论，有没有可能在秋天，比如在韩国的 APEC 峰会期间安排一次川习会。所以这次在马来西亚的东盟峰会本来被视为一个绝佳的机会，结果现在突然传出消息说习近平不去了，改派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代表出席。中共外交部对此的回应也很有意思，他们说，对于你询问的具体问题，我们没有可提供的讯息。这套外交辞令大家懂的都懂，基本上就是不否认。好了，问题来了，习近平为什么不去了？我们从一个最基本的常理来分析。东盟现在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美地缘政治影响力竞争的新战场。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合，如果美国总统川普亲自出席，而你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却缺席了，派一个总理去代打，这在外交上是非常失分的。说白了，这等于是自动把舞台的 C 位让给了美国，李强去了也只能当个陪衬。所以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日程安排问题，唯一的解释就是习近平有更重要、更紧迫的事情，让他无法离开中国。这就不得不让人联想到近年来一直不断的关于习近平权力不稳的传闻。大家可能还记得，就在今年7月，习近平12年来首次缺席了在巴西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当时就引发了全球媒体的热议。《华尔街日报》随后引述专家的分析说，可能是和倒时差、保存体力有关，毕竟年纪大了。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但韩国的权威媒体《朝鲜日报》就直接将这件事和习近平下台传闻扩散联系了起来。如果说缺席一次巴西的峰会还能用旅途劳顿来勉强解释，那紧接着又缺席近在咫尺的马来西亚东盟峰会，这个理由就完全站不住脚了。这只会引发外界新一波关于他权力是否稳固的猜测。所以一个合理的推断是，北京的政坛内部可能正在发生某些剧烈的动荡，导致习近平必须坐镇中南海，不敢轻易离开。他是不是真的像传闻说的那样身不由己了呢？巧合的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学术界的最高殿堂北京大学也发生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人事变动。北京大学在中国的地位大家都知道，不仅仅是一所大学，更是政治风向标。
最近，一个名叫任宇中的80后副校长被悄悄地免职了。他是1980年生的，但他的晋升速度绝对是火箭级的，从本科到博士都在北大。毕业后留校，一路高升，担任过各种要职。到了2024年3月，年仅44岁的他就升任北大党委常委、副校长，还同时兼任5个重要职务，被党媒吹捧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这个任宇中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标签，就是捧习。他经常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机关报《学习时报》上发表文章，吹捧习近平。就在今年6月，他还发表文章，标题直接引用习近平在两会上的讲话。而《学习时报》这份报纸在习近平上台后，早就被外界视为是专门为习近平个人崇拜造势的党刊。可以说，任宇中是把政治忠诚和紧跟领袖写在脸上，这也是他能够火速晋升的资本。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又红又专、前途无量的干部，上任仅仅1年多就突然消失了。早在7月底，网上就传出他被免职的消息，但北大校方一反常态的没有辟谣。而现在，如果你去北京大学的官网，现任领导那一栏里已经找不到任宇中的名字了。这再次印证了中国民间那句充满智慧的调侃：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这件事耐人寻味的地方就在于，现在捧习也不再是安全的护身符了，甚至可能变成一种政治风险。中南海的风向似乎真的变了。当一个政权不稳定时，那么它在其他领域的表现也必然会漏洞百出。8月22号凌晨3点10分，一声巨响划破了青海省的夜空。正在建设中的川青铁路尖扎黄河特大桥发生了钢脚线断裂事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面，重达6600万公斤的钢结构拱肋从相当于40层楼的高度直接坠入黄河。监控画面显示，大桥中间的一段钢架突然崩塌，瞬间火光四溅，浓烟滚滚。附近居民说，那声音像地震一样，半夜直接被吓醒。当时有15名工人和1名工程项目部现场负责人在现场作业。截至北京时间当日傍晚6点，官方通报，事故已经造成12人丧生，4人失联。失联的4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有网友说，人和几万公斤的钢结构一起掉下去，就算会游泳，也基本没有生还的可能。这起事故不仅仅是重大的人命伤亡，更是对中共基建狂魔的一次响亮打脸。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座尖扎黄河特大桥从开工建设起就被官方媒体赋予了无数的光环。它是世界跨度最大的双线铁路连续钢航拱桥，也是中国第一座跨越黄河的铁路钢航拱桥。它的建造方式也很特别，像拼积木一样，科技感十足。然而，就是这座顶着世界第一光环的超级工程，在大桥即将合龙的前夕轰然坍塌。根据多位桥梁建设专家的分析，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固定桥体的钢脚线断裂。至于钢脚线为什么会断，可能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钢脚线本身的质量问题，可能是偷工减料的豆腐渣，也有可能是固定措施不到位，绑扎不牢，还有可能是施工荷载超出了设计范围等等。公开资料显示，该桥梁总长1596.2米，主桥为141米加366米加141米，3跨连续钢航细杆拱桥，拱顶距水面130米，相当于40多层楼高。该大桥于2023年开始施工，原计划2025年7月合龙，因为项目没完工，推迟到8月底合龙。有网友批评，为什么非要搞那么大的跨度，多一个桥墩不行吗？只听说过豆腐渣，没想到这么渣。中共历来痴迷于追求世界第一，以向国内民众宣传其如何伟大。
有媒体就指出，不久前宣布在地震带上动工的雅鲁藏布江水电工程，也是为了超过在建的总装机容量超过三峡工程的非洲大英加大坝夺回世界第一的虚名。有评论指出，悲剧的发生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当一个体制从上到下都充斥着浮夸、冒进和对生命的漠视时，所谓的世界第一不过是一个脆弱的谎言。一阵风，一场雨就可能让它灰飞烟灭，留下的是十几个破碎的家庭和一个巨大的安全问号。说完了这些沉重的话题，我们最后再聊一个轻松点的消息。近日，久未露面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突然出现在内蒙古的蚂蚁森林项目区。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是，他刚一出现，直播间的监控系统就发出了刺耳的警报，提示有不明人员闯入。这个乌龙事件简直就是对马云当下处境的绝妙讽刺。一个曾经在中国商界呼风唤雨、指点江山的教父级人物，如今在自己的地盘上却成了一个需要被系统识别和警惕的不明人员。从视频中看，马云蹲在地上查看树苗，和种树的工人聊天合影，显得非常低调。当工作人员想去迎接他时，他摆摆手，示意他们继续工作，自己悄悄地走了。经历了被打压和整肃之后，马云的锋芒早已消失殆尽。他现在能做的也只剩下投身慈善和环保这些政治上绝对安全的事情。他以一种近乎于归隐的方式，小心翼翼地游走在公众视野的边缘。他的故事其实也是中国所有民营企业家命运的缩影。好了，今天我们从习近平的行踪之谜聊到北大的官场地震，再到青海的大桥悲剧，最后是马云的物是人非。这几件事串起来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觉，那就是一个巨大的齿轮，虽然外表还在转动，但内部的很多零件已经开始生锈、错位甚至崩断。从最高层的权力稳定，到中层的官员任免，再到基层的工程安全，每一个环节似乎都出现了问题。您对这些事件有什么看法？欢迎在留言区写下您的观点，我们一起讨论。好的，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